大家好啊，我是魏之超啊。我们今天来讲李硕老师的《简商》这本书啊。今天这期节目非常的重口味啊，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因为我们今天要揭开中国上古历史中最血腥的一页，那就是商朝人祭，也就是用活人来献祭的真相。我们要彻底颠覆传统历史学家对于易经，也就是周易的认识。原来周易不是一部纯粹的占卜之书，其实它还非常直白地介入了大量商朝人祭的细节。原来周易里的很多卦象本意并不是揭示什么天地运转的玄妙奥义，而是在像法医写尸检报告那样非常详细地进入了商朝统治者肢解人体甚至是烹饪人肉的方法。那中华文明又是怎样从商朝的这种极端的野蛮血腥一夜之间过渡到周朝的以礼乐和德行治天下的呢？前几年呢，有一位历史学者像一位侦探一样，从大量的考古证据里抽丝剥茧，为我们梳理出这段非常骇人听闻的历史。这位历史学者就是李硕，我们今天要精讲的就是他的这本巨著《简商》，副标题是《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这本书呢，可能是近些年来中国学者用考古证据来重塑历史认知的最高杰作了。李硕老师在这本《简商》里告诉我们啊，我们印象中那个讲究礼乐秩序、讲究温良恭俭让的中华文明，其实只是华夏文明的后半段。如果我们用考古学的铲子铲去覆盖在华夏大地表层那3000年的黄土，你就会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前半生。那个时候啊，我们中华文明的底色是暗红的血迹，在那里人不是万物的灵长，人是诸神的食物。我们就从一个考古现场开始说起啊，时间呢是1999年，地点是河南的安阳殷墟。考古队在那里发掘一座代号为 M1046 的商代的贵族墓葬，墓的主人呢是一位地位非常显赫的武官。在他琳琅满目的随葬品里啊，队员们发现了一件叫做眼的炊具。这是一种商周时期非常常见的蒸锅啊，下半截呢是烧火煮水的，上半截放食物。这件青铜眼保存得非常好，发现的时候盖子是紧紧的盖着的。当时那些考古队员们就非常兴奋了，他们就猜里面会不会还残留着3000年前的猪肉或者羊肉呢？但是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揭开盖子之后，清理掉那些厚厚的泥土之后，所有人都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个蒸锅里摆着的是一颗人头。经过后来详细的分析啊，考古学家们发现这颗头颅是属于一个15岁左右的少女的。她的牙齿非常的整齐，没有蛀牙，也没有任何营养不良的痕迹。这说明她生前的生活相当的优渥，甚至可能是一个贵族家的小姐。但是她的结局却异常的惨烈，她的颈椎骨切面是非常的齐整的，那是被锋利的青铜钺，也就是青铜斧一刀斩断的痕迹，也就是说她是被处决的。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她的头骨颜色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灰暗色，在考古学上，这是骨头被蒸熟之后特有的物理变化，也就是说，这不仅仅是杀害，这是烹饪。好，我们再去到第二个考古现场，时间是1959年，在河南的安阳殷墟后岗这个地方，考古学家发掘出了一座编号是 H10 的圆形祭祀坑。这个祭祀坑呢，像是一口井一样，里面分成3层，掩埋了73具尸骨。其中第一层最底层的那一层呢，掩埋了19个人。这些人大多都是身首异处的，有的是被特意砍去了小腿，有的只剩下了头骨。考古人类学的鉴定结果显示这些肢体残缺并不是战争里混乱砍杀导致的，而是仪式性的精准的肢解。这是一种非常冷静的、非常程序化的屠杀，仿佛在这些下手的刽子手眼里这些人类的躯体不过就是某种需要被拆解的建筑材料一样。然后呢，来到了这个祭祀坑的第2层，也就是中间那一层。这一层掩埋了29个人，其中包括好几名儿童。这一层的尸骨排列的相对比较整齐，但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在这些土里边混杂着大量被打碎的陶器和烧过的骨头。根据分析这是在杀人的同时，地面上正在进行着一场伴随着这场屠杀的、带着很多餐饮和歌舞的盛大的祭祀宴会。也就是说，对于3000多年前的商朝人来说，这样的一场残酷的集体杀戮不但不是罪恶，反而是一场人和神一起狂欢的盛宴。
最后我们来到了这个祭祀坑的顶层第3层，这里掩埋了24个人。这一层最让人震惊的是，发现了一位身份非常显赫的贵族，他的名字叫做术四子。他不是战俘而是商朝自己的高级贵族。他拥有一尊非常珍贵的青铜鼎，这个鼎上的铭文记录了他曾经受到过商王的亲自接见和赏赐。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大贵族，最终也成为了祭品，连同他这个荣耀的象征，就是那尊青铜鼎，一起被献祭给了神灵。这个细节就暗示在商代的这种神权逻辑下，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安全的。即使是商朝自己的贵族，一旦神灵需要或者是商王需要，他就随时可能成为案板上的肉，被剁碎、被煮熟、被祭祀掉。这2个考古现场就揭示了商代文明最恐怖的特质，那就是商朝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后来的那些中华文明各个朝代的样子。商朝是一个建立在绝对的暴力和制度化的人际之上的神权帝国。它运作逻辑的那种冷酷，那种社会规则的残忍，完全是颠覆我们对于那种文明初开的时候什么田园牧歌之类的那种温情的认知的，完全颠覆了那种浪漫的想象。那么商朝人为什么要献祭活人？那些被献祭掉的人又是谁呢？为什么我们在后来的史书里边几乎没有读到过这段历史？是谁又是为了什么把这段长达数百年的血腥记忆彻底从华夏文明的硬盘里给可视化掉了？这就是《简商》这本书要解开的终极谜题。要理解商朝人为什么杀人，为什么要杀活人献祭我们必须先进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在商人的观念里呢，世界是被2股力量统治的，天上的上帝和地下的祖先。上帝这个词是商朝人创造的词汇后来才被翻译西方宗教的那些翻译家借用的。而商人的神或者是上帝，或者是他们成为鬼神的那些祖先，和我们后来理解的那种能够保佑众生的神是完全不一样的。商人的神呢，更像是黑帮教父，他们是喜怒无常、贪得无厌的，而且他们拥有降下灾难的绝对权利。商王牙疼了，那是祖先在作祟。商朝这个统治的地方大旱了，那是上帝不高兴。商朝打仗输了，那是鬼神没有吃饱。想要活下去，想要风调雨顺，那么商王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贿赂鬼神。贿赂就是献祭的本质它是一场人与鬼神之间的非常冷酷的利益交换的这种交易。而在商朝人的这个价值排序里呢，献给神的这种祭品等级是非常的森严的。最低等的是各种粮食，也就是素的这些东西，然后呢是狗、猪、羊，再高级一点的是牛，而处于祭品金字塔顶端的就是人。李硕老师在简商里为我们梳理了海量的考古报告，还原出了当年的殷都，也就是现在的殷墟的真实面貌。当年的殷都可不仅仅是商朝的政治中心它其实更是一个巨大的露天的屠宰场。在殷墟的王陵区，考古学家发现了非常令人震惊的景象，就是祭祀坑排列的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就像是那种阅兵方阵一样。每一个祭祀坑里都埋着数十具甚至上百具的尸骨。当时杀戮的规模有多大呢？即便能够留存到今天的商代遗迹，仅仅是当年的一点点残片而已，连九牛一毛都说不上。但是这一点点残片揭示出来的规模也是非常恐怖的。仅仅是书里提到的1976年的一次考古发掘，就在商朝的王陵区的一小块地方发现了191座祭祀坑，出土了1178具尸骨。根据保守估算在商朝晚期的200多年里，仅在王陵区被杀掉的人参，也就是那种活人祭品，就超过1万人。这还不包括王陵区周围那些不计其数的被随意丢弃在坑里、丢弃在河沟里的尸体。我们再来看看杀戮的专业化程度有多高。商朝人对于杀人这件事情已经是研究到了工业化和艺术化的程度。甲骨文里就有几十个专门描写杀人方法的字，比如说伐这个字，伐木那个伐它的本意就是用戈来砍下头颅。再比如绞这个字，一个火字旁一个交通的交那个字它指的就是把人放在火上烧死，通常是用来求雨的。再比如说沈这个字就是现在姓沈那个沈，它通沉，它的本意就是把人沉入河中淹死，一般是用来祭祀河神的。
再接下来是腐这个字，猪肉腐那个腐，它的本意是把人肉切成薄片风干。再接下来是海这个字，这个字比较难写大家就看屏幕好了。它指的是把人剁成肉酱。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就是被海死的。再接下来是卯这个字，榫卯结构那个卯这是一种非常残忍的刑罚，是把人像牲畜一样剖开，掏出内脏，然后对半劈开，挂在架子上滴血。你如果真的把这个画面想象出来，一定做噩梦的。但最让人感到窒息的还不是杀戮本身，而是商朝社会对这种杀戮的习以为常。考古发现人祭这种行为不仅仅是商王在宗庙里做祭祀的时候会干的事情，人祭这种东西已经渗透到了商朝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比如说盖房子，现在农村盖房子还要放鞭炮，而商朝人盖房要干嘛呢？他们要杀人。他们在房子地基的4个角，还有门口，还有柱子下面，都会分别埋上一个人，而且通常埋的是小孩子，用来镇宅。这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考古证据的。李硕老师在书里举过好几个例子。再比如说商朝人的做手工，在殷墟苗阜北地的一个铸铜作坊里考古学家发现工匠们在上面烧那些青铜器，脚底下就埋着为了祈求开工顺利而杀掉的儿童。那些工匠们每天踩着尸骨干活，内心可能是毫无波澜的。再比如说商朝人用的日用品，考古学家发现了用人类的头盖骨做成的碗，边缘非常的光滑，显然是长期使用的。商朝人并不觉得自己做这些事情残忍，在他们看来这可能就是礼，这就是虔诚。你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画面一个温文尔雅的商朝贵族清晨起床的时候用人头碗喝了一口美酒，然后带着他的孩子去参观一场杀得血流成河的祭祀大典。他指着祭坛上惨叫的那些俘虏教育他的孩子，看我们要敬畏神鬼。这就是殷商文明的底色，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它是一种建立在绝对的暴力和恐惧之上的神权文明。那么下一个问题，这成千上万被屠杀掉、被献祭掉的受害者，也就是那些人参，他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除了前面说过的有一小部分可能是自己人之外，他们的主体是谁？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请出《简商》这本书除了商朝人之外的另一半的主角了，那就是后来颠覆商朝人的周人。在传统的历史书里周文王、周武王是吊民伐罪的圣人，周族是长期受商纣王欺压的仁义之士。但《简商》这本书通过对考古证据的拼图揭示了一个非常颠覆性的事实，那就是周族人他们并不是天生的圣人，他们曾经就是商朝的这部杀人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要说周人呢，我们就先得说羌人。在甲骨文里出现频率最高的祭品就是羌。这个字的样子呢，就是一个戴着羊角头饰的人，脖子上面还画着几圈绳索。羌这个字在甲骨文里呢，不是指今天的那个非常具体的那个羌族那一个民族，它是一个统称。当时的商朝人把当时处于他们统治的核心区域的西方的那些游牧、半游牧部落，都统称为羌。而羌人呢，就是那些被献祭的祭品的主要来源之一。商朝人是完全不把羌人当人看的，他们就是把羌人看作是一种两脚羊，随时可以用来献祭的。根据甲骨文里边的记载，商王武丁时期一次祭祀就可能杀掉几百个羌人。而周朝人，当时的周人，他们是生活在今天的陕西关中平原，也就是后来古书里说的周原。从地理位置和文化习俗上来看呢，他们其实也是广义上的羌人之一。在商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呢，周朝人一开始很可能面临过一个非常残酷的生存博弈。在他们面前当时有过2种选项。选项 A 是像其他的羌人部落一样奋起反抗，但是很有可能会被当时无敌的商军击败，全族被抓去殷都，在各种献祭仪式里被商人用各种花式手法给杀掉。他们面前还有选项 B， 那就是投靠商朝，成为商朝的附庸，替商朝去抓捕其他的羌人。而周人的先祖选择了选项 B， 但这显然是一种带血的生存策略。李硕在书里写道，在关中平原出土的甲骨文里有大量的关于周人伐蜀、征朝这样的一类记录。这里的伐和征目的不是占领土地，
而就是去抓人的。后来周文王写的《易经》里也保留了这方面的证据。《易经》里经常出现一个字福，我们今天是把福这个字理解为诚信比如说身福众望，但是在商周甲骨文里福的本意就是俘虏。《易经》里有大量抓俘虏的记载。文王在《易经》里还写过这样一句话：利用为一千国。和那句话前后文的语境翻译过来，这句话说的其实是商朝人开着战车来了，告诉周人，你们搬到周原这个地方来，依托我们的保护，专门帮我们抓俘虏。所以一开始周人根本就不是什么正义之师，一开始周族人是商朝在西方的代理猎人，他们是利用自己熟悉羌人习俗地形的这个优势，甚至可能利用过同族的信任，疯狂地替商王抓捕羌人。然后呢，周人把这些曾经的同胞就一车一车地运往殷都，来换取商王的赏赐，可能是青铜器、战车，或者仅仅就是换取短暂的安全而已。但是这种二鬼子的日子并不好过，而周族人始终是生活在巨大的心理阴影里。因为在商人眼里周人虽然听话，但毕竟也是羌的一部分也是一种异类。如果哪天他们抓不到足够的俘虏，或者商王的心情不好了，那周族人随时也可能会成为祭品这种猎手随时可能会变成猎物的恐惧，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周人的头顶。而到了周文王姬昌这一代，这把剑终于是落了下来。故事的高潮发生在商王帝辛，也就是商纣王的时期。随着周的势力不断的壮大，商纣王开始对这个西方的代理人产生了怀疑。周文王姬昌被招到了殷都，然后就被投入了监狱。史书上管这个监狱叫做游里。传统的说法是文王在游里被囚禁期间心如止水，推演八卦，然后就写出了周易。仿佛呢周易就完全是文王谈玄论道搞出来的一个产品，它揭示的也是宇宙运转的规律这样的一些完全不接地气、高高在上的东西。但按照简商这本书里的观点这完全是传统史家的误读。游里这个监狱堪称就是文王的地狱，但也是他精神觉醒的起点。李硕根据史料推测，游里监狱很可能就位于殷都的屠宰场或者祭祀区的附近。那想象一下，周文王被关在阴暗的牢房里，每天清晨他可能都是被惨叫声惊醒的。他从窗户望出去，看到的是自己的族人辛辛苦苦抓来的羌人俘虏正在被那些商朝的祭司拖上祭坛。他看到了那些把人肢解、把人剁碎然后烧掉的过程。他闻到了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焦臭味，更加恐怖的甚至空气里还有一股肉香。但最可怕的是，他意识到下一个被剁碎的可能就是他自己。而这种极度的恐惧和刺激就彻底击碎了文王对商朝神权的敬畏。他开始思考，商人的神如果是真的，为什么如此残暴？如果神只认血腥的祭品，那我们这些周人除了帮助商王去杀人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吗？在那个监狱里，文王为了寻找出路，开始推演易经。李硕老师在书里提出了一个很震撼的观点，那就是易经一开始根本不是用来推演什么普遍的规律、普遍的命理的，它并不是写给所有人的算命书，或者写给所有人看的哲学书。它是文王为他自己和他自己的族人做的一场非常有目的性、非常具体的命运演算。推算什么呢？推算怎么样灭掉商朝。用书里的话来说，易经是一本减商推演录，减就是铲除的意思。在周文王的认知，在周文王的这个知识体系里八卦那些东西当然是可以揭示出宇宙运转的某些规律的，但周文王写易经不是为了抽象的记录这些规律，而是为了非常具体的推算自己的族人和商朝人的命运。易经里的记录具体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首先，文王在易经的卦爻辞里用非常隐晦的语言记录了他在殷都看到的各种暴信。你以为易经里的那些最原始的爻辞他们是在谈玄论道吗？根本就不是。比如说，我们来看其中的一卦咸卦。咸呢，通常现在解释为感应，后世甚至有很多人把它解读成是讲男女恋爱的。但在文王的原始记录里，咸卦记录的其实是一场完整的肢解人生的过程。
弦在甲骨文里通月，也就是那种杀人的大斧子。文王按照顺序记录了一场行刑。爻辞的第一句初六咸其母，就是砍掉大脚趾。六二咸其肥，就是砍掉小腿，肥就是小腿的肥肠肌。然后是九三咸其骨，就是砍掉大腿。接下来是九四匆匆往来。这一爻是比较特殊啊，可能记录的是文王看到惨象之后心神不宁的走来走去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接下来是九五咸其眉，这是指砍开一个人的背脊骨。接下来是上六咸其腹颊舌，就是最后砍掉这个人的上牙床，砍掉他的面颊和舌头。这哪里是恋爱感应啊，这分明就是把一个人生放在案板上，从脚到头一步一步大卸八块的操作手册。文王甚至冷冷地记录到咸其肥凶居吉，就是砍掉小腿的时候有点凶险，可能是这个人生挣扎得太厉害，但最后结果是吉利的。我们再来看艮卦。艮卦通常是被解释为静止停止，但是李硕指出艮这个字在甲骨文里像是一只大眼睛在回头看，意思是愤怒或者痛苦的凝视。这一卦同样不是什么谈玄论道，而是记录了一个肢解的过程，但这一回是侧重于背部和内脏的处理。比如爻辞里有艮其背不获其身，这句话的意思是把这个人身的背部给剖开，因为身体被掏空了，所以说不获其身。然后再看下面一句艮其线裂其营，利熏心。线是腰部，营是背脊肉。这句话是说要把腰部切开，把脊背上的肉一条一条的撕下来。后面的熏心就是把心脏掏出来放在火上烧烤，这叫做疗祭，是用烟味去取悦鬼神。文王接着在这一卦的卦辞里写道行其庭不见其人，他在祭祀的庭院里走过，那个刚刚还活着的人瞬间就消失了，变成了一堆肉块和烟雾。这样恐怖的景象在周易里其实比比皆是比如说剥卦，剥床以足，剥床以便，剥床以夫这就是记录一个人生被放在案板上，从脚开始一步一步被剥皮肢解的过程。文王在被囚禁在羑里的时候，不仅是看到了杀人，还亲身经历了非常恶心的事情。这记载在噬和卦那一卦里，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噬肝子得精食。噬是吃，肝子就是带骨头的肝肉。这句爻辞是说文王在狱中吃肉干的时候，竟然吃出了一个铜箭头，也就是金饰。那这肉干是哪里来的呀？很可能就是商人把那些被箭射死的敌人做成了肉干，分给囚犯吃。那些敌人很有可能就是一些羌人战士，也就是说文王吃到的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那些西方同族的肉。那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卦辞里只有2个字，贞吉，也就是占卜的结果是吉利的。这是一种何等深沉的忍耐和恐惧啊！但是文王记录这些，难道仅仅是为了发泄仇恨吗？或者仅仅是像写日记一样记流水账吗？当然不是。他在地牢里日复一日地记录这些血腥的占卜结果，是为了进行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实验。商人的统治逻辑可以说是建立在一种不可捉摸的上帝意志之上的。他们认为未来是由喜怒无常的上帝决定的，人只能通过频繁的献祭来讨好上帝，讨好鬼神。而文王想看的就是有没有可能打破这种逻辑。文王在整理自己这64个卦象，或者说是64组历史大数据的时候，他逐渐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他发现没有任何一种局面是永恒的，哪怕是最强大的力量，比如说乾卦里的龙，如果不加节制的话，最终也会走向衰败，就是亢龙有悔嘛。而那些最弱小的力量，像是坤卦里的双，只要你不断的积累下去，也是能够翻盘的，也就是卦辞里的履双坚兵制。这种物极必反的规律，给了绝望中的文王一线生机。以现在唯物主义的观点回头看，你当然可以批评说文王这套东西完全就是迷信嘛，或者说就是他的一种自我安慰而已。但你不能否认的是，在文王他自己的主观认知里，这就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
文王开始意识到商朝的强大不是不可撼动的天命，而是一个正向走向反面的过程。那么既然天道无常，那强大的商朝也就是可以被推翻的。于是呢，文王在易经里边埋下了一个惊天的暗号，那句话叫做韩章可贞。韩章在古音里就通我们书名的这两个字减商，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减商可贞的一个隐晦的表达，意思就是灭商这件事情是可以占卜，是可以谋划的。这是文王在心理上的一个大突围。通过周易，文王把对商朝神权的恐惧转化为了理性的计算。这可以说是一场发生在3000年前的黑客帝国式的反叛。文王就是那个试图破解商朝神权系统源代码的一个黑客。商朝的上帝不是不可战胜的，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和谋略来改写天命。但就在文王获得这个心智上的巨大突破的时候，一个极其惨烈的变故正在逼近。为了营救父亲，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主动来到了殷都。我们都知道《封神演义》里伯邑考被做成肉饼的故事，很多人以为那是小说家言，但李硕通过对商代祭祀习俗的考证他认为这极有可能是事实。在商人的祭祀逻辑里把敌对部落首领的儿子杀掉，做成肉酱，分给他的父亲和族人吃，这是一种最高级别的结盟和归顺仪式。吃了就代表你和我们血肉相连，代表你对我的绝对臣服，不吃就是反叛，那立刻就会把你们杀掉。这可以说是对人性的终极摧残。而文王为了保全族人，为了活下去完成减商大业，他不得不忍受这巨大的屈辱和悲痛，颤抖的手吃下了儿子的肉。这一刻是文王精神世界的彻底崩塌，也是彻底的重塑。当他咽下那口肉酱的时候，那个曾经臣服于商朝神权的周方伯姬昌死了，一个要把商朝连根拔起的革命家诞生了。他回到西方之后，告诉自己的族人，商人的上帝已经疯了，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天来取代这恐怖的一切。文王回到周原之后，开始了秘密的备战。可惜的是，文王是壮志未酬身先死，接力棒就交到了他的二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姬发手里。然后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了，那就是牧野之战。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领战车300乘，虎贲勇士3000人，以及各路诸侯在牧野集结，决战殷商。那这里的各路诸侯其实很多可能就是受够了商朝压迫的羌人、蜀人，也就是那些将要被肢解、被煮熟的人可能未必是正儿八经的诸侯。虽然史书上是把牧野之战写得摧枯拉朽的，但是在《减商》这本书的还原里呢，战前的武王其实是处于将要崩溃的边缘。《益州书》这本书里记载，武王在出征之前是频繁的做噩梦的，甚至半夜被吓醒。他不停地拉着弟弟周公旦问说，如果你哥我输了怎么办？商朝那么强大，他们的神那么灵，我们真的能够赢吗？像周人，毕竟他们做了几百年的商朝的附庸了，那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商王就是神在人间的化身。凡人挑战神怎么可能赢呢？当然这里边可能也有哥哥伯邑考被做成肉酱带来的这种极限的心理创伤。根据李硕老师在另外一篇文章里的考据，周武王姬发很有可能是由我们现代人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的，他后来的早逝可能也跟这个有关那我们说回到牧野之战，就在主帅动摇、军心不稳的时候，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那就是姜太公吕尚。李硕在书里对姜太公的身世也做了一番精彩的推测，他认为姜太公很有可能本身就是羌人，姜羌这两个字本身就是同源的。姜太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在殷都做过屠夫或者贱民，他长期生活在商朝的底层，对商朝那种装神弄鬼的把戏看透了，也对商朝的这种残忍和变态恨之入骨，于是他彻底走到了商人那种装神弄鬼的反面了。姜太公打仗不是靠占卜了，他是靠兵法，靠的是一些世俗的智慧。在牧野的战场上，当周军因为恐惧犹豫不决，甚至因为占卜的结果不吉利而想退缩的时候，姜太公做了一个当时那个时代的惊人之举，他把占卜用的龟壳一扔，踩个粉碎，大喊一声枯骨死草何时凶吉，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算命有个鸟用。
喊完这一句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就带着100名敢死队率先冲向了商军的阵地。这一冲可以说冲破了周人对商朝神权的恐惧，也冲垮了商军的心理防线，为周军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另一边的帝辛，也就是商纣王，他最后是怎么死的呢？史书说他荒淫无道，众叛亲离，但是甲骨文显示纣王其实是非常勤政的，他甚至很有可能是个军事天才。他之所以会失败，反而恰恰是因为他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商王，因为他太迷信了。他看到大势已去，就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没有选择投降，也没有选择在战场上战斗到最后一刻，而是登上了商朝最重要的祭祀的舞台露台，穿上了满身镶满玉石的宝衣，在周围堆满了金银财宝，然后点火自焚。在李硕老师看来这绝不是简单的自杀这是纣王作为商朝的大祭司进行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高规格的自我献祭。他把自己当做了最高级别的祭品献给了上帝。他相信通过这种惨烈的献祭，上帝一定会降下天火，毁灭眼前的敌人要么就是把纣王他自己变成厉鬼，永远的诅咒他的敌人。于是呢，随着纣王把自己献祭给了神鬼，商朝灭亡了。但是纣王的诅咒似乎是真的生效了。武王在灭商之后仅仅2年，就在噩梦和焦虑中病逝了。武王死后，年轻的成王继位，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开始摄政。历史的聚光灯终于打到了这位真正的华夏文明总设计师身上。周公旦面临着一个比灭商还要难的难题，那就是商朝虽然在物理上已经被灭了，但是商朝的幽灵还在。商朝的影响力毕竟太过于巨大了，如果不做点什么，周朝可能自己很快就会变成第2个商朝。很多周人贵族在灭商之后就很快学会了商人的享受，甚至开始模仿商人杀人祭祀，觉得这非常的威风。如果就这样发展下去，那华夏文明可能还要在血腥的泥潭里打转很久。于是呢，周公旦开启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明大清洗。这也是《简商》这本书非常深刻的一个洞见。周公做了哪些事情呢？首先是物理清除，毁尸灭迹。周公做得很绝，他在平定了商朝的一些残余势力的叛乱之后，也就是史书里的3监之乱之后，下令把殷都彻底的废弃了，把那里变成了一片废墟。但这还不够，现在的考古发现当时周人系统性的破坏了殷墟的亡灵。他们挖开商王的大墓，把尸骨拖出来捣毁，把墓室给填平，这是杀人诛心这可以说是在破风水是在物理和精神层面同时切断商王与那些鬼神的联系，打破那些还活着的商人死后成神的幻想。同时呢，周公还搞了一次大移民，他强行把那些商朝的移民给拆散，迁徙到了洛阳这些地方进行集中监管，还不让他们聚在一起搞祭祀。但接下来才是周公最伟大的发明，那就是他完成了中华民族的信仰重塑。为了填补废除掉人祭之后留下的信仰真空，周公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意识形态，那就是德。周公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这8个字可以说就是华夏文明的分水岭。他的意思是说，老天爷，也就是那个上帝，他是不看你的血统，也不看你给他吃了多少人的，而是看你有没有德。他用这个体系重新解释了商朝灭亡的原因。商朝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祭祀不够隆重，实际上商纣王的祭祀是非常的勤勉的，而是因为他失德。上天不再保佑那些只知道杀人献祭的暴君，而是眷顾那些有德的君主，眷顾那些能够保民爱民的统治者。这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转变。从这里开始神权就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不可捉摸的暴力了，而是变成了可以被人类的德行所影响的一种道德秩序。周公用温文尔雅的礼乐仪式替代了血淋淋的人头和尸块。从此呢，华夏文明的关注点就从阴森恐怖的鬼神世界转向了有更多温情的人间伦理。我们开始讲究长幼有序，讲究忍耐。最后呢，周公还干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为这个新秩序的奠定上了一道保险，那就是重写历史。为了让后代彻底断绝人祭的念头，周公决定让这段历史彻底消失。
他在主持编写那些官方的历史档案的时候比如像尚书那些书的时候，就系统性的删掉了关于商朝人际的所有记录。他也把商纣王的罪行局限在了酗酒好色这样一些很世俗的层面上，唯独不提他杀人祭祀的事情。这一方面呢，是在保护商朝的那些后裔当然也是为了维稳了但更重要的是保护了新生的周朝文明不被污染。周公甚至重新解释了他父亲的易经，他给易经加上了象传把那些关于肢解、关于烹饪人肉的那些非常血腥的爻辞给强行解释成了我们后来非常熟悉的什么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的一些道德格言。可以说周公是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网，把那个血腥的商朝给彻底罩住了。他告诉后人，古代的圣王那些什么尧舜禹汤他们都是仁爱治国的，商纣王只不过就是一个偶然的变态罢了。这种掩埋是做得那么的成功，以至于到了500年后的孔子时代，连博学的孔子都不知道商朝人际的真相了。在孔子的世界观里，周朝与那些上古贤君是一脉相承的，中间并没有任何的割裂。只有一些非常非常零碎的历史记忆躲过了周公的这张网，流传到了后世，其中有一些被后来的文学家吸收，演变成了像是伯邑考被做成肉饼这样的文学情节。有人说文明是建立在对野蛮的征服之上的，但也许更重要的，文明有的时候是建立在对野蛮的遗忘之上。这其实就是为什么中华文明是那么的早熟，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此后的2000多年的历史里，中华文明的主流始终没有被强大的宗教观念统治。当其他的古文明还在神权的泥潭里打滚的时候，周公硬生生地把华夏文明推向了世俗人本主义的这条道路，一举奠定了中华文明务实、关注现世的这么一种基调。可以说，华夏民族与鬼神的连接，早在3000年前就已经被周公一刀斩断了。李硕的这本简商让我们看到，华夏文明并不是生来就温良恭俭让的。在3000年前，我们也曾经经历过一个漫长的、黑暗的、充满血腥的童年。商朝呢，就像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潜意识里的那个本我，它狂野、迷信、暴力，但也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而周朝呢，就是那个通过自我压抑而诞生的超我。周公旦就像是一个慈爱又严厉的父亲，为了让孩子健康的成长，他强行切除了孩子身上的恶性肿瘤，编织了一个美丽的童话，让我们相信自己生来就是文明的。所以什么是书名的副标题里的华夏新生呢？新生并不是自然的演化，而是一次痛苦的断臂求生。套用文艺青年爱说的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觉得岁月静好，那是有人在3000年前为我们埋葬了真正的黑暗。下一次你在博物馆里看到商代那些青铜器上面那些非常精美的兽面纹的时候你也应该想起来，在那些纹路的后面封印着一个已经被我们遗忘的血腥的旧世界。那好，简商这本书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点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之超，我们下本书再见。